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前几个视频我们一起学习了用不同的水温和不同的水量来揉面。从这个视频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蓬松面团，也就是发面。不论是馒头还是包子，蛋糕还是面包，暄软松爽的特色靠的就是神秘的酵母。传统发面用面肥，也就是 sourdough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现在通常用干酵母来发面。在美国，绝大多数的干酵母分两种，一种是 active， 另外一种是 instant。两种干酵母的用量和功效基本没有差异。instant 酵母的工艺更加先进，所以它不需要醒发。只知道酵母是活的，那它到底是什么呢？你会不会和我一样，一直以为它是一种细菌？做了视频才知道，它原来是一种真菌 fungi， 用科学的方法在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出来，而且提取出绝大部分的水分，使其休眠。那怎样把它唤醒来为我们工作呢？第一个试验主要就来看一下加糖与不加糖，以及不同的水温对酵母的醒发有什么影响。每个杯子里都加1茶匙干酵母，除了3个杯子，其他加1茶匙糖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和面的时候加盐，那也来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水温上，首先排除超级杀伤力的沸水。50摄氏度是酵母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，也繁殖的最快。所以最上面的一排2个杯子就是50摄氏度，中间的一排杯子我选了28摄氏度，因为它是自然界中菌类最喜欢的温度。最右面的那个杯子，我们来盖上一个硅胶盖子，来看看氧气的量受到限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。再设定一个天冷的环境，10摄氏度50华氏。整个过程中很明显，没有糖的小家伙们很可怜，发育不良。带糖的酵母温度越高，发得越快。50摄氏度的环境，酵母首当其冲，一下子就发了起来。大约在20到30分钟的时候，28摄氏度的酵母长得特别均匀润滑。终于在40分钟、50分钟的时候，10摄氏度环境下的酵母赶上了大部队。看似50摄氏度的环境最优，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能够闻到味道，这就发现30摄氏度环境下的酵母获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味道更清纯、更清香。加了盐的那一罐比较特别，它的上层长得很好，看上去结构最为紧致，而它的下层却特别稀，就像那些没有放了糖的酵母罐。如果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，请留言。最后盖了盖的那一个也挺有意思。大约15-20分钟的时候，硅胶薄膜被鼓得好大，但过了几分钟，鼓鼓的大包一下就瘪了，没了。我想是空气用完了，它就停止了呼吸。这就告诉我们用布来盖发面的优势。第一个试验告诉我们，酵母的确需要糖，用量可以和酵母等量。水温上28摄氏度最佳。现在再来做一个实验，来看看酵母和面粉的最佳比例。在4个小碗里分别放入1克、3克、5克和7克酵母，再配上等量的糖，各自加入150毫升28摄氏度的温水，然后每个容器里放入250克等量的中筋面粉，各自加入酵母水拌匀，然后揉成团。半小时后，放了1克酵母的面团按下去没有弹性，完全不松软，需要继续醒发。放了3克酵母的面团略有弹性，但没有延展性，所以还需要醒发。放了5克，相当于面粉质量2%酵母的面团，打开就有酒香味，按的时候略有弹性，用手指插入面团，四周就微微向中间塌陷，内孔也比较多，看似就发好了。
打开7克酵母面团的时候，就有一股酸气，完全无韧性，那已经发过头了。显然这个就是酵母放的太多了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有1克酵母的面团也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延展性，内孔较多，还有一股香味。3克酵母的面团内孔更加多了，也比较松软，而5克酵母的面团内孔变得又大又密，拉起来反而没有弹性。7克酵母的面团完全就是死翘翘。这样看来，250克面粉配上3克的酵母最佳，一方面发酵比较快，另外一方面可持续性也比较长。酵母用的太少，发酵的时间就太长。酵母放到 2%， 时间一长就会发过头。酵母超过 2%， 面团变得又湿又重，反而失去了活性。但是总觉得差了些什么，怎样做出又暄软又有弹性的发面呢？那就再做最后一个实验。每个水杯里放3克糖，加上150毫升2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，其中2个容器里放入2克盐，因为我们知道盐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。4个容器各放250克中筋面粉，再加入3克不用醒发的 Instant 酵母，分别用4罐液体搅匀，2杯是代糖，2杯是代糖和盐，一并再揉成团。右下角的面团是代糖的温水，成团后用保鲜膜盖好。如果不是为了拍视频，我会用一块毛巾来代替保鲜膜，给它更多的空气。左下角的面团是用代糖和代盐的温水来揉的，再加一点油，暂时用一块毛巾来盖好，保持湿度。视频上方的2个面团，右面的是放糖的温水，左面的是放糖和放盐的温水来揉的。只放了糖的面团一直比较好揉，不干不湿，而且有弹性。放了盐的面团跑上来就特别湿，必须要在容器里揉一会儿才能够成型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了保持湿度，我会轮流来交替揉它。大约揉了5分钟，面团显然多了弹性，但是还是有差别的。加了糖的面团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加了糖又加了盐的面团则像没有打气的球。2个面团各自揉了10分钟，一共大约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2个面团各自多了一些弹性，手指按上去有粘性，但不粘手。相对比起来，加糖的那个面团比加了盐的面团弹性还是要多一些。把它们分别盖好，现在开始揉加了糖、加了盐还加了油的那个面团。因为加了少许油，面团不沾手也不沾盆，所以比较容易揉。大约揉10分钟，面团显然特别光滑。也把它盖起来。1小时后，我们来看看面团各自的状况。右下角的第1个面团包括了250克面粉，相当于面粉质量 1.2% 的酵母，大约3克，和酵母等量的3克糖，还有150毫升28摄氏度的温水。成团后大约微微揉了1分钟。1小时后，看似面是发起来了，但是显然发面不均匀，还有很多小白点。拉起来看看，虽然有很多气孔，但是还是缺乏弹性。面团的状态仍旧和第2个实验差不多，没有改进。再来看看右上角第2个面团，面团的成分和第1个面团完全一致，唯一的变化就是用力揉了10分钟。打开后就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，面团鼓鼓囊囊，颜色也白了好多，看上去像棉花糖一样很轻柔，
按上去却略有弹性。用手指插入面团，明显的四周就微微向中间塌陷，而且不反弹。用手拉起来也有一定的延展性，内孔众多均匀，还有一股香气。显然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发面。再来看左上角第3个面团，它的做法和第2个面团完全一样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它加了相当于面粉1%的盐。打开后和第2个面团看似几乎一样，微微的差异是表面看上去更加光滑，但是如果你按一下就发现弹性多了好多。用手指插入面团，四周的塌陷少于第2个面团，显然它的支撑力比第2个面团要强。用手一拉，感觉完全不同，轻轻松松整个面团一并拉起，比第2个面团增加了更多的弹性和延展性。它的气孔比第2个面团要小，要致密。再次揉成团，表面便变得很光滑，有弹性。这个面团的颜值要高一些。现在来看左下角第4个面团，它和第3个面团的唯一差别就是加了一勺油，一打开便是清香，还有美丽。拍一拍，弹性好。用手指插入面团，四周便有微微的塌陷。显然它既有第3个面团的弹性，又有第2个面团的松软。拉起来看看，同样毫不费力的一并拉起。仔细看一下，它的气孔比第3个面团更加细腻均匀。再揉成团看一看，柔软光滑有弹性，好可爱的面团。虽然还是生的，是不是看着就好有食欲？4个面团里，相对我喜欢2号和4号面团。第2个面团加了糖又揉了面，变得松软，特别适合做松软口感的小蛋糕、小馒头。第4个面团除了糖还加了盐和油，面团不但松软，而且有筋道，这是一个适用范围特别广的面团。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发酵的原理。用酵母来发酵大致有3个方面。一方面，淀粉遇到水开始分解，在淀粉酶的作用下产生麦芽糖，麦芽糖遇到水，在转化酶的作用下产生葡萄糖，额外加入的糖遇到水，在转化酶的作用下也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。这个时候第2方面，酵母就开始繁殖。酵母利用葡萄糖和果糖在氧气的参与下进行旺盛的呼吸，分解成二氧化碳、水和热量，产生的二氧化碳形成了气孔，你也会感到面团会发热。酵母的呼吸需要氧气，在缺氧的情况下，面团就会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。第3个方面就是杂菌繁殖，如果水温超过30度，各种杂菌包括醋酸菌就开始繁殖，这也是老面团或者是高温面团会发酸的道理。成功的发酵面团，一方面需要酵母繁殖旺盛，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，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面团内部能够保持这种气体的能力。如果你看过我的冷水面团视频，你就会立刻想到揉面的重要性，因为揉面可以使面粉里的蛋白质产生筋性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我的学习心得，希望和大家一起在以后的实际作战中继续进步。谢谢。